帝要带领我们在卡加利从 A 教会去到 B 教会。对，从 Brandon 去到 A 教会，然后 A 不顺，然后又去到 B 教会。那我们去了 B 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来美国做预备。那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就我的意思是说，从 A 教会到 B 教会这个选择是有上帝对我们的说话。对，好，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讲不适合的，但是神居然去了，就这意思，是吧？对，好的，好，非常开心啊！看到宋恩牧师，又看到雪伦师母，哈，那我们继续上一次的故事啊，就是神怎么样让你们听到他的声音，把你们从这个台湾带到了加拿大 Brandon、Manitoba。Manitoba， OK。对，那上一次我们特别的是讲到了，就是你们怎么样来听神的声音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你们所听到神的声音给你们的经文呐，或者是说从家人得来的信息啊，这些信息呢，都是跟你们自己本身的那种想法好像有一些相违背的啊，甚至是说神也没有清楚的告诉你们去 A 还是去 B 啊。但是呢，你们确实真正的是抓到了神的声音，然后去顺服，这样去做了。接下来呢，我也知道你们又从一个城市换到了另一个城市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又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并不是你们所想去的，而是神他的心意要差你们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来抓住神的心意呢？我想今天你们来继续的讲一讲这个故事，好不好？那宋恩牧师，您可以先开始吗？好，谢谢凯传啊。上个礼拜之前听众他也听过我们怎么样的到卡尔加里面去一个教会去牧会。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上次说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 A、B、C 你该去哪个教会，但是我们就是重点是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有平安的去踏出这一步。这一集比较讲到是上帝的确很明确告诉我你要去这个教会，这是比较一个特殊的经营。那我们来讲我们怎么确定上帝就说是要去这个教会，以及后面回头来看证明了真的上帝棋高一着，早就预先部署去这个教会是有目的的。那我们就要讲，那之前我们不是讲说约翰福音第10章9节是羊的门，然后从他进入了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吗？那我们就这样的去了卡尔加里的 A 教会，但是在 A 教会里面我们大概半年我们就出来了。虽然有一点这个打趣的说这是一个旋转门，进去不到半年就出来了。但是就很奇妙是经历的过程当中，上帝真的是保守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保持着服侍的心智。那以至于我们要去到在去下一个工厂之前呢，我们就是先要我们离开那个教会，我们要找一个教会先起来聚会。那这个在怎么决定新的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的当地的牧师啊，或是教会就已经假如离我们家很近的5分钟的就跟我们说，你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但上帝却没有让我们去那个教会，而是去一个距离我们20分钟的车程，超过差不多20公里的另外一个教会。那为什么要去那个教会呢？这是有上帝很清楚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那对我来说，在我这个方面是那个时候薛仁刚好是他不在加拿大，他回了台湾去探亲，所以呢，我是第一次那个教会是我自己第一次呢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去那个教会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就跟我原本 A 教会是同一个宗派，甚至可以说是从了 A 教会分支出去的一个这个 B 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聚会都常玩参加到最后那一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唱完三一颂，然后他们会用一首诗歌，也用一首诗歌来欢迎新人的时候，就在那一个刹那的时候，我听到上帝在我心里面对我说：“孩子，欢迎回家。”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因为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去哪个教会。刚从 A 教会离开，我不知道该去。虽然有教会说要我去，但是我觉得上帝没有感动，也没有清楚的带领。但是
当我第一次去到那个 B 教会的时候，我里面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他在那边等我，然后对我说：“孩子，欢迎回家。”我就知道这是上帝要引导我们去到这个教会。那我就把这经历告诉回去，透过视讯来一个，因为虽然在台湾，那他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去选择那个教会？因为整个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去那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他就说：“你好不好等薛仁他回来的时候，再安排一次，再去那个教会。”那他觉得要就是去到那个教会去寻求神的，看上帝怎么带领他。所以那我们就让薛仁讲，我们第二次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上帝怎么去带领他？对，就像他讲，从人来看哈，我们 A 教会去到 B 教会 ，A、B 教会是同一个宗派啊 ，C 教会是邀请我们去聚会，主动的呀，好，我们家牧师主动邀的，而且还离我们家近，5分钟就到啊。你们知道我之前是车祸有后遗症的嘛，坐车坐得久我就害怕哈，我愿意去西教会，你知道吧？不愿意开20分钟啊，大雪纷飞，卡加利又高速这个牛仔的这个精神在开车的，我很害怕哈，所以觉得宋恩说神他有很强烈的感动去 B 教会的时候，我心里有抵触哈，我说好，你一个人印证不够哈，我也要去印证一下，神也要带领我，我才能够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嘛哈，周去哈，不是一个月去一次，不是的。那后来呢，我那天就做了祷告，在去之前哈，结果去了以后呢，宋恩我们就参加完了聚会，没感动，一到聚会结束哈，他就请那个时候他们的执事会主席哈坐下来谈了一谈，哈，就讲到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哈，那要找一个神的家哈，他就跟那个执事会主席说，他觉得神有很清楚的感动跟带领，要我们指定我们要来这间教会哈。那执事会主席就张开双臂欢迎啊，哎呀，这是神的家哈，这个大门为每一个人打开哈，就这样说哈。就是他们两个对话的当中哈，我突然觉得宋恩的身上有一股力量哈，我真的是从他在讲述的这个过程中，哗跳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开始泪流满面啊！他们两个说话干我啥事啊？我没有，我就哭的，那个执事会主席有点傻了啊，吓到啊，到处找卫生纸哈，这个师母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哭得这么惨呢？啊，我也解释不出来我为什么要哭得这么惨，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可尴尬了，你知道吗？后来就终于想办法摸出了卫生纸，我也擦了，把我自己整理的差不多了哈。我终于我们就很狼狈的就告退了哈，就回家哈。在路上哈，我老公就问我说：“你刚刚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但前一天哈，我们要来之前，我倒是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祷告哈。我的祷告内容是：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清楚的带领，真要我们去到那么远的那家 B 教会，我求你哈，感动宋恩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好，那神就超乎所求所想的，绝对是清楚的回应了我的祷告哈，所以我那时候哭得这么惨，真的绝对有双倍啊，绝对超过我就义无反顾的，就因为清楚的带领，所以就放开了那些从人而来的顾虑哈。另外一个顾虑可以说哈，也是很尴尬的哈，除了 A、B 教会之间，他们是母堂跟子堂的关系。我们从 A 教会离开，风声都传到 B 教会，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对我们有很多的看法想法这个第一点尴尬哈。第二点尴尬，这个 B 教会的牧师刚离职，那你来了一个传道人，你很尴尬对不对？你来你想要做什么？对不对？就很多的揣测，你是不是想要申请我们的工作然后就开始，然后他们还开了一个会，决定说要叫我们叫弟兄跟姐妹就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纠结反正我们去是神的带领，我们就熬下来但是发现的确有很多的尴尬，就是你知道
然后其他人看也很尴尬，又有比较熟的姐妹跟我讲说，我们还以为你离开教会会就伤心的搬走哈，没有想到你们就找了一个地方就摘下来了，就 squat down 就停下来了哈，就怎么会呢？我说实在，我就因为神带领哈，我们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很多时候哈，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好，或者说我自己觉得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没有牧师嘛，所以就变成说到处邀请其他人来讲，就讲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受到牧养哈，因为你不是一个很系统的在讲道，你是中拼的，谁能够来讲道？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受到牧养，可是因为神带领嘛，所以我也不敢走，你知道吗？有时候是我觉得，哎呦，真的是太枯干了，这个教会真的是要待下去很不容易哈。有时候是我先生他是觉得说，哎，实在是快忍不住了。那当我觉得快放弃的时候，我先生就劝我，然后我们彼此就快放弃的时候，就另外一个人去劝他。就是因为之前他神的带领这么的清楚，所以我就不敢走哈。虽然我待的这个教会并不是我最舒服、最喜欢、最觉得受欢迎的教会，真的不是啊。但是因为神的清楚带领，我们不敢跑，不敢跑掉，不敢走，不敢凭着我自己的心意来放弃。好，后来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我们从 A 教会去到 B 教会，而不是去到不同的宗派的 C 教会。原来神有很清楚的旨意，这个关乎到我们下一站的带领，这个让圣文来说。就是我们那时候讲说，这个是一个从人的理性来看，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后来我们回头来看，就发现原来上帝有奇妙的安排，为什么要我们去这个 B 教会？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牧会是布道会，是一个这个宗派的，而所有透过宗教签证要进到美国来牧会的，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过去的在进美国之前的要2年的在同一个宗派，要必须满2年，你才能够进到美国，继续在这个宗派里面来这个牧会。他们就有点像那种这个跨国公司，你在 A 地 B 地，然后可以内转的这种的概念。所以你从加拿大的布道会转到美国的布道会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才可以转。所以我们在那个 B 教会里面就刚刚好待的时间呢，就足够这个符合这个2年的这个时间。就是等我到面试都来美国面试都通过，要开始要办签证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条件。那我就去打电话给加拿大的布道会的这个区会区监督说，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我需要去美国牧会，你可以帮我开个证明，说过去这2年其实已经超过2年的时间，这个证明。那个区监就告诉我说还好你今天打来，因为呢我这个礼拜我就退休了，而且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办公室，明天我就要去一个营会，我会交代我的秘书明天把这个证明开给你，你再晚一天打来了，你就找不到我了，那你要等下一个监督再来帮你开这个证明。他说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预备，是在我没有想到2年多后的时间原来我要去美国，原来我需要这个布道会的这个条件。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在申请美国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做聘牧的过程当中，他问我一些关于我的牧会的经历跟的一些的问题，我要回答。他有问题是说，过去半年内你有没有曾经去做过探访过什么老人啊，或是帮助过这个家庭遇到危机的这个情况？如果我那时候属于一个就是我没有去到一个教会去里面参与侍奉的话，我就只是去聚会的话，就在那2年多我在那个教会里那个 B 教会里面，我一个礼拜至少去2到3次，祷告会去，这个礼拜天主日去，然后这样小组去，所以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太多例子可以写，说过去我曾经去探访谁，我跟这段时间我有真的是还是在服侍，还是在做，虽然没有那个教会没有聘用我，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恩，就是上帝预备就是让我们在那边继续延续我们在那边，人家没有实质的这个可能金钱的报酬，但是上帝都纪念，上帝都看见，而且是为了下一站在做这个预备，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就是这样无缝接轨，就从了加拿大布道会转到了
美国的布道会。我觉得这个回头来看，这是上帝的，真的是棋高一着，他有预先就全部都部署好。对呀，我想我们在忍耐，就是说没有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待在那个我们其实待的不是不觉得非常适合的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很想我们找一个欢迎我们的教会留着下来好不好？还好我们没放弃。怎么会知道接下来要去美国？怎么会知道美国的移民局宗教签证需要过去2年要在同一个宗派？原来神让我们从 A 教会去到 B 教会加起来刚好超过2年，这个条件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成立的。我就学到一件事情，我们要顺服神啊，再困难也要顺服神啊！你现在觉得哎呀我不舒服，我不要，我放弃好了，你后面会后悔啊！所以我透过这个经历，我们看见顺服神真的很重要真的不能凭自己的心意，不能凭自己的喜好，不能凭着自己的开心跟喜欢如果我们没有去那个时候听神的引导因为敬畏神，所以神既然这么清楚带领，就不敢跑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到下一站。